小陈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现在有个聚会，一个大房间里全是不认识的人，你会怎么办？我肯定直接走过去跟人聊天，谁都能唠两句，5分钟就能加上好几个人的微信。我完全不行，我肯定躲在角落，抱着手机假装很忙，等认识的人过来找我才敢说话。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社恐，我这个呢就是社牛。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两个词儿。先说说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社恐全称是社交恐惧，简单说就是一想到要跟人说话，跟陌生人打交道，就觉得紧张不舒服，宁愿一个人待着。社牛正好相反，社交牛人的意思就是不怕生，跟谁都能聊得来，哪怕完全不认识也能主动开口，还聊得挺开心。这两个词现在特别流行，年轻人天天用来形容自己或者朋友的性格。我给你讲几个具体的场景，你一听就懂了。比如说，你在电梯里突然碰到一个同事，就你们俩，电梯要坐10层楼。啊，我的天，这个场景太可怕了，社恐会怎么做？社恐立刻低头看手机，假装在回消息，一句话都不说，眼睛盯着楼层数字，等着电梯赶紧到。社牛呢？社牛马上就开始聊天。哎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？昨天那个会开完了吗？10层楼能跟你聊出感情来，出电梯之前还能约好一起吃午饭。再来一个加好友，你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互相加了微信。社恐加了以后，可能一整年都不会主动发第一条消息，除非对方先说话，不然那个好友就一直躺在通讯录里，谁也不理谁。对对对，加了好友就等于友谊已经结束了，头像都不知道换没换。社牛完全不一样，加上以后当天晚上就能发消息，今天认识你很开心，下次一起吃饭啊，第二天就约好时间地点了。那问路呢？比如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找不到路了，需要问人。社恐宁愿自己拿着手机地图走来走去研究半天，也不想开口问人，哪怕明明有人就站在旁边，一看就很热心的样子。为什么？问一下不就好了吗？因为社恐脑子里会想很多，会不会打扰人家？万一问得很傻怎么办？对方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？光是这些想法就已经很累了，干脆自己摸索。社牛呢？是不是直接就冲上去了？对，社牛看到人就走过去，你好，请问这条路怎么走？问完可能还能跟对方多聊两句，甚至加个联系方式。还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，点外卖出问题了，需要打电话给客服。啊，这个我真的太有共鸣了，光是想到要打电话，心里就先演练3遍要说什么。对吧？社恐打电话之前会先在心里把要说的话打好草稿，甚至写在纸上，接通了还紧张的声音发抖。社牛就完全不一样了吧？社牛直接拨过去，你好，我这边有个订单出问题了，语气特别自然。聊完正事，说不定还能跟客服小哥聊两句今天天气怎么样。我发现这些场景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社恐特别害怕麻烦别人，或者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没错，这其实是核心区别。社恐心里有一个特别敏感的雷达，一直在想别人会怎么看我，所以每一次开口之前都要先在心里过一遍风险。社牛好像完全没有这个雷达。也不是完全没有，只是社牛更 relax， 觉得就算说错了，聊冷场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种心态让他们敢先迈出第一步。那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简单分成社恐或者社牛两种呢？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中间状态，还有一个说法叫社交牛杂症，意思是这个人一会儿社恐，一会儿社牛，看情况变。这个词太形象了，怎么讲？比如说，跟熟悉的朋友在一起能唱能跳，
特别放得开，但一到正式场合或者要面对陌生人，立刻就切换成社恐模式，缩在角落不敢说话。我好像也是这样，跟闺蜜出去逛街，路上能拦住陌生人问这件衣服好不好看，可是让我在会议上发言，我能紧张一整晚睡不着。对，这就是社交牛杂症，看场合、看人，不是固定的性格标签。再说一个场景，公司聚餐，一大桌子人轮到自我介绍或者要挨个敬酒说两句话。这个场景是社恐的噩梦，从坐下那一刻就开始紧张，脑子里一直在想，轮到自己该说什么。社恐一般会说的特别短，大家好，我叫什么，请多关照。说完立刻低头喝水，脸都红了。社牛呢，肯定不止这一句吧？社牛能讲一个小故事，还能顺便夸一夸在座的每个人，最后全场都记住了他，加了他好几个人的联系方式。那相亲呢？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坐在一张桌子对面，这个场景够社死了吧？相亲对社恐来说是双倍紧张，一边要聊天，一边脑子里还在想，我表现得怎么样，对方是不是不喜欢我。那种沉默的空档特别可怕，感觉每一秒都很漫长。社牛在相亲里反而占优势，能自然地找话题开玩笑，就算两个人合不来，至少气氛不会太尴尬，走的时候还能笑着说下次再约。换一个不用见面的场景，微信群聊，公司群里或者一个新加的兴趣群，突然有人在群里问问题，社恐会先看别人怎么回答自己，想好半天，改了3-4遍措辞，最后可能干脆不发了，继续潜水。潜水这个词好形象，就是不说话，只看别人聊。社牛完全不一样，看到消息立刻就回，甚至还会主动在群里发起话题，大家周末有什么安排呀？一群不认识的人就被他带热闹了。说到这个，我想起还有一个场景，出差或者旅行的时候，一个人吃饭，饭馆里人多要拼桌，突然坐下一个陌生人。社恐会把手机立起来当屏障，眼睛盯着屏幕，全程不说一句话，恨不得快点吃完走人。社牛呢？社牛坐下就能开口。你也是一个人出差吗？来这边玩还是工作呀？一顿饭吃完，可能还加上了微信，约着一起逛逛。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场景，直播间，有的人在直播间里弹幕刷得飞起，主播说什么都能接上话。对这种在网上互动特别活跃的，很多现实里其实是社恐，因为弹幕是打字，是匿名的，没有人看得到你紧张的表情，压力小很多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我弹幕能打很多字，真让我当面跟主播说话，我肯定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不过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社牛是不是就一定过得比社恐轻松，比社恐好呢？其实不一定，社牛太活跃，有时候容易交浅言深，跟一个刚认识的人聊得太深太快，反而容易让对方觉得有压力，甚至被人觉得不太真诚。那社恐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好处？当然，有社恐的人一般更会观察，更会倾听，说话之前会认真想清楚，交到的朋友数量可能不多，但往往质量更高更长久。这两种性格其实各有各的代价，也各有各的好处，不是谁比谁更厉害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特别典型，我讲给你听听。他刚上大学的时候，连去食堂打饭都要等人少的时候才敢去，就怕排队的时候要跟陌生人说话。这么严重啊？对，后来他加入了一个社团，一开始每次活动都躲在最后一排，一句话不说。可是社团里的人特别热情，每次都主动找他聊天。慢慢的，他开始试着主动打招呼，先从一句你好开始。然后呢？大概1年之后，他已经能主动在几十个人面前介绍自己了，还成了社团里负责接待新人的那个人。他后来跟我说，他不是突然变勇敢了，
只是每一次开口都比上一次容易一点点，攒着攒着就变了。这个故事挺打动人的，说明社牛不是天生的标签，很多时候是练出来的。我们聊了这么多场景，那对正在学中文的你们来说，这两个词特别有用，因为可以直接拿来形容自己。对，比如你想说我有点怕跟人说话，就可以说我有点社恐，比说一长串解释要简单也更地道。反过来，如果你今天鼓起勇气，主动跟一个中国朋友打了招呼，聊了几句，你就可以骄傲地说，我今天社牛了一把。这句话现在年轻人真的天天在说，学会了这两个词，感觉一下子就融入了。英文里其实也有类似的词，内向、外向。那社恐、社牛跟英文的说法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内向外向说的是一个人平时更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还是更喜欢跟人在一起，是一种整体性格。而社恐社牛更具体，说的是遇到具体的社交场合时，那一瞬间的反应，紧张还是自在。所以一个人可以是外向的性格，但遇到完全陌生的人还是会社恐。对，完全可能，也可以是内向的人其实私底下很喜欢一个人待着，但一旦需要社交，反而表现得很社牛，一点都不露怯。这两组词描述的角度不太一样，中文这两个词更像是当场表现，画面感也更强。打车的时候也是，坐上网约车，司机师傅有时候会主动搭话，上班还是回家呀？社恐这时候只会回一个字，然后就赶紧戴上耳机，希望司机能看懂这个暗示，别再问了。社牛能跟司机聊一路，从堵车聊到今天吃了什么，下车的时候还能说一句师傅开车稳，一路上挺愉快的。还有一个场景，旅游的时候想拍张合影，需要找旁边的陌生人帮忙摁快门。社恐会犹豫特别久，宁愿把手机举得老高，自拍角度别扭也不想开口麻烦别人。我就是这样，自拍到最后胳膊都酸了。社牛直接找旁边的人，不好意思，能帮我们拍张照吗？拍完还会说谢谢啊，要不要我也帮你们拍一张？一来一回还挺愉快。不过我想提醒一句，社恐这个词现在大家用得很轻松，只是形容跟陌生人说话会紧张这种日常小情绪，跟医学上真正的社交焦虑症不是一回事，程度差很多。对，如果只是聚会上有点紧张，打电话之前要做心理准备，这都很正常。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这种时刻。说自己社恐，更多是一种自嘲，也是一种放松的说法，不用太当真，也不用觉得这是什么缺点。我还想到一个场景，生日会，大家围过来送礼物，唱生日歌，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寿星身上。如果社恐是那个过生日的人，简直是煎熬，特别不知道手往哪儿放，脸上要保持微笑，心里想着什么时候能结束。社牛过生日呢？社牛能主动带节奏，来来来，大家一起拍张照，还会挨个跟每个朋友聊两句，感谢一下，把气氛炒得特别热闹，走的时候意犹未尽。那如果本身是社恐，但又想多说中文，多练习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我的建议是，别逼自己一下子变成社牛，那样太累了。先从小的场景开始，比如买东西的时候多问一句这个多少钱，点单的时候多说一句谢谢。慢慢来，攒一些小小的成功经验。对，每一次开口之后，你会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，对方大概率是友好的，慢慢的胆子就会大一点。我还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叫网络社牛，现实社恐。这个我太有共鸣了。怎么说？就是有的人在网上，比如发朋友圈、发弹幕，跟网友聊天，特别活跃，什么话都敢说，表情包用得飞起，
可是，一旦要现实里见面说话，立刻就变得特别安静，一句话都憋不出来。对对对，我打字聊天能聊一整晚，可是电话响了我能吓一跳，宁愿发消息也不接电话。这其实很好理解，因为打字给了人一个缓冲的时间，可以想好了再发，而现实里说话是及时的，没有那个删了重打的机会，紧张感自然就不一样。我们再聊一个场景，健身房或者兴趣班，第一次去，周围全是不认识的人，还要跟着一起做动作。社恐进门那一刻，恨不得找个最角落的位置，眼睛不敢看别人，动作做错了也不敢问教练。社牛呢？社牛第一天就能跟旁边的人聊起来。你也是刚开始练吗？这个动作是不是这样做？下课还能约着一起再来。慢慢的，健身房里一半的人都认识他了。那从职场的角度看呢？社牛是不是更容易升职，更容易被领导注意到？确实，社牛通常更主动去争取机会，更愿意在会议上发言，也更容易跟不同部门的人打好关系。这些在职场上确实有优势。那社恐是不是就吃亏了？也不完全是。社恐的人往往更专注在把手头的事情做好，靠实力和作品说话，只是需要多花一点力气，主动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成果，不能完全指望闷头做事总会被发现。还有一个场景我特别想说，排队，比如排队买奶茶，或者排队进一个网红店，前后都是不认识的人，等的时间还挺长。社恐这时候只会看手机，绝对不会跟前后的人说一句话，就算排了半小时也不会。社牛不一样，能跟前面的人聊起来。你也是排这家吗？值得等吗？聊着聊着时间就过去了，说不定还能约人家一起拼单省钱。那我们做个小互动吧，我说几个场景，你猜猜典型的社恐会怎么反应？第一个，收到一条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。社恐大概率是不接的，等对方挂了再回一条微信，问你好，请问哪位？第二个，朋友圈里有人点赞了你3年前的一条动态。社恐会盯着那个赞看半天，纠结要不要回赞回去，会不会显得太刻意？最后一个，聚会结束，大家提议合影。社恐会自动站到最边上，最后一排能不出现在正中间就绝不出现。完全说中了，看来我们俩今天算是把社恐行为大赏讲了个遍。那社恐的人有没有什么小办法能让自己在这些场合稍微轻松一点？我倒是听过几个挺实用的小窍门，比如打电话之前，像我们前面说的，先在心里想好开场白，甚至写下来，说的时候心里就有底了，不至于卡壳。电梯里那种场景呢，总不能一直靠低头看手机吧？其实提前准备1-2句万能的开场白就够了，比如今天天气不错，这栋楼电梯有点慢，不需要多深刻，能开口就已经是进步了，聊2句就自然结束了。我发现今天说的这些窍门，核心其实都是一个意思，别想着一下子变成社牛，先给自己找一个小台阶，一点一点来。对，社交这件事跟很多事情一样，越练越顺手，不用逼自己一夜之间变个人。好，说了这么多，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小陈，你觉得我今天在节目里聊了这么多，算社恐还是社牛？你现在这样聊天很自然啊，看来对着熟悉的人，你也是社牛。那是因为你是我朋友嘛，换成陌生人聚会，我肯定又缩回角落了。所以说，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同时住着一个社恐和一个社牛，只是看在什么场合，跟什么人在一起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你觉得自己是社恐还是社牛，还是像我们说的社交牛杂症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。拜拜。